你以为自己迷路了，走了一段时间，却还是看不清方向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选错了？是不是绕远了？是不是根本没有那条路？这些念头很自然，因为你看不到明确的前进，没有一条笔直的线，没有清楚的标志，你只是一直在试，靠近一点，再离开一点，有时候觉得对，有时候又觉得不对，这种来回让你不安。你会想，为什么我还没找到？这个问题让你更急，更想确定，更想快一点到达一个清楚的位置。但你停了一下，不是因为找到答案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注意到一件事，你这段时间其实没有停过，你一直在动，只是那个动不是往一个方向冲，而是慢慢的筛选。你试过一些东西，然后发现不适合，你靠近一些选择，然后感觉不对，你以为那是浪费，但现在看起来，他们不是错，他们是在告诉你，什么不是你。这个理解让你安静，因为你一直用还没找到来看这段过程，却忽略了你其实一直在厘清，不是往外找一个答案，而是慢慢排除，把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一点一点拿掉。你开始回头看，那些你曾经投入的方向，那些你以为应该适合的选择，他们没有留下，不是因为你失败，而是因为他们不对。这个不对，不是错误，而是对你来说不合。这个差别很重要。你没有走错路，你只是还在辨识，辨识什么是你，什么不是。你开始不那么急，不是因为你确定方向，而是因为你开始理解这个过程。它不是直线，也不是一次就完成，它是慢慢靠近，在一次一次的尝试里，让轮廓变清楚。你没有突然知道答案，但你少了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，这本身就是前进。你再次看现在的位置，还是不完全清楚，但没有那么混乱，因为你知道，你已经走掉一些不适合的路，那些不再需要回头。你不再把这段时间当成迷路，你开始把它看成整理，整理你的方向，你的选择，你的感觉。你没有停下来，你只是没有再用还没到来否定自己。你开始允许这个过程存在，在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，你还在走，还在看，还在辨识。而就在这样的过程里，那个属于你的方向会慢慢留下来。你停下来看了一眼，不是因为累，而是因为有点不确定。这条路看起来不像你想的那样，没有明确的方向，没有熟悉的节奏，甚至没有可以对照的标准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哪里走错了？这个念头很轻，却慢慢变重，因为你找不到证据证明你是对的，没有明显的成果，没有可以安心的进展。你走着，却没有那种我正在接近的感觉，反而像是在一个没有地图的地方前进。你会忍不住回头看，看看过去的路，那些你曾经走过的方向，它们比较清楚，
比较稳定，比较有逻辑。即使不完美，至少你知道自己在哪里。现在这里太陌生了，陌生到你开始想回去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你想要确定，想要一个你可以理解的位置。你停住，站在这个交界，前面不清楚，后面很熟悉，你几乎就要转身，但你没有动，你只是多停了一下，让这种不确定存在。一开始还是有一点不安，因为你没有答案，没有证明，没有任何可以让你放心的东西。但慢慢地，你开始注意到一件事，这条路之所以不像你预期，不是因为它错，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走过，你以前的经验没有办法套在这里，所以你才觉得不对。你忽然明白，你不是走错，你只是走在一条新的路上，而新的路本来就不会像旧的那样清楚，它没有既定的节奏，也没有现成的标准，你不能用过去的方式来衡量它。这个理解让你安静，不是因为一切变清楚，而是因为你不再急着证明自己是对的。你开始允许这条路可以是陌生的，可以是慢的，甚至可以是没有答案的。你没有立刻加快，也没有退回去，你只是站在这里，然后再走一步，很小的一步，没有确定，但有一点愿意。那一刻，没有什么剧烈的改变，但你感觉到一点稳，不是来自方向，而是来自你没有在否定这条路。你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它，不是问对不对，而是问它正在带我去哪里。这个问题没有立即的答案，但它打开了一点空间，让你可以继续走。慢慢地，你开始看到一些细节，一些只有在这条路上才会出现的东西，一些你以前不会遇见的可能。它们很小，但很真。你没有再急着回头，因为你开始感觉到，这条路虽然陌生，但它在带你靠近一个你还没完全认识的自己。你再次看向前方，还是不完全清楚，但你没有退，你只是继续在这条新的路上，一点一点地走出属于你的方向。你看着别人的速度，很快，他们已经在下一个位置，甚至更远。你还在这里，同一个地方，没有明显的距离变化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太慢了？这个念头一开始很轻，但越看越重，因为你找不到反驳的证据，没有明确的进展，没有可以指认的突破。你还在试，换一种方式，再调整一下，再确认一次。这些动作看起来没有前进，反而像是在原地打转。你开始不安，不是因为没有努力，而是因为你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走。你甚至想加快，想逼自己快一点，赶上，至少不要落后太多。但你停了一下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你突然注意到一件事，你其实没有停，你只是没有直线前进。你这段时间一直在调整、修正，
试探，便是你不是在冲，你是在找一个对的方向，而这个过程本来就不会快，因为它不是速度的问题，是对齐的问题。你开始回头看那些你曾经尝试的方式，有些走了一段，有些很快就停，你以为那是浪费，但现在你开始看到，每一次停下来都是因为你发现那个方向不对，你没有继续错下去，你选择停。这个选择其实让你更接近，而不是更远。你忽然明白，你不是走得慢，你只是没有盲目往前，你在调整，在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，不急着冲。这让你看起来慢，但其实更精准。这个理解让你松了一点，你不再只看距离，你开始看方向。你还没有到，但你比较接近对的位置。你没有再那么急着追，不是因为你不想前进，而是因为你知道，快不一定代表对。你开始允许这个过程，允许自己还在调整，还在修正，还在让路变得清楚。你没有停止，你只是没有冲错方向。这个差别很小，但很关键。你再次看现在，还是不快，但不再混乱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，即使还没完成，你还在对齐，让自己走在更接近自己的路上。而就在这个过程里，速度不再那么重要，因为你开始走对方向了。你站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地方，没有指引，没有线索，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这里的，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里。这种感觉很真，像是突然之间，所有原本清楚的东西都不见了。你试着回想，你本来有方向，有计划，甚至有一点确定，但现在那些东西都变得模糊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哪里出错了？这个念头很自然，因为迷失看起来像是偏离，像是走错，像是失去控制。你会想快点离开，找回那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感觉。你开始努力，试着找答案，试着重新定位，试着让一切恢复清楚。但越用力，越混乱，因为你找不到原来的那条线。你开始累，不是因为走太远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找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方向。你忽然停下来，没有再往外找，没有再试着回到之前的状态，你只是站在这里，在这个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地方。一开始还是有一点不安，因为你没有答案，没有目标，甚至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方向。但你没有动，你只是让这个状态存在。慢慢地，你开始注意到一些东西，不是路，而是感觉。你对某些方向有一点点靠近，对某些选择有一点点排斥，很细微，但它在，你以前没有看到，因为你总是太快用既有的方向去覆盖这些感觉。现在，你没有那个旧的框架，你开始直接感觉，哪里有一点呼吸，哪里比较沉。这些讯号很小，
但它们是真实的。你没有急着定义，你只是让它们存在。慢慢地，一点一点地，你开始有一个模糊的倾向，不是完整的方向，但有一点轮廓。你忽然明白，迷失不是没有方向，而是旧的方向消失了，新的还没完全出现。而这段中间，你会觉得什么都没有，但其实有东西正在形成，只是还不够清楚。如果你太快离开，太快找一个替代的答案，你可能又会走回旧的路，而不是让新的方向长出来。这个理解让你安静，你不再那么急着离开这个状态，你开始愿意多待一点。在这个没有答案的地方，你没有停下来，你只是没有逼自己现在就知道。你让那些细微的感觉慢慢变清楚，一步再一步。没有完整的地图，但有方向的感觉。你再次看现在的位置，它还是模糊，但不再空。你知道，你不是迷路，你只是正在从一条旧路转向一条新的。而那些看似迷失的时刻，其实正在帮你离开不适合的方向，让真正属于你的路慢慢出现。你看着这个状态已经一段时间了，没有明显改变，没有出口。你试过很多方式，换想法，换做法，甚至换一种看事情的角度，但最后还是回到这里。你开始有一个结论：我是不是被困住了？这个想法很真，因为你真的动不了，不是身体，是整个状态。你想往前，却不知道怎么走；你想离开，却找不到出口。你甚至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根本没有路？你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你没有其他方向。你坐在这个看起来封闭的地方，没有在挣扎，没有在试着硬推，只是待着。一开始还是有一点焦躁，因为你习惯解决，习惯找到方法。现在你什么都没做，这让你有点不安，但你没有立刻跳起来，你只是多停一下，在这个看似没有出口的地方，慢慢地，你开始注意到一件事：这个状态之所以让你动不了，不是因为真的没有路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用同一个角度看，你一直站在同一个位置，用同一种方式思考，所以看到的永远是一样的画面。你忽然没有再往前推，也没有再回头，你只是稍微移动一点点，不是位置，是视角。你开始问自己，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看，还有什么可能？这个问题很轻，没有答案，但它打开了一点空间，让你不再只看到那一面墙。你开始看到一些之前忽略的细节，一个你没有注意过的方向，一个你曾经觉得不重要的选项。它们很小，但存在。你以前没有看到，不是因为它们不存在，而是因为你的角度太固定。你只看出口，只看一条可以离开的路。但现在，你开始看到其他可能，不是立刻解决，而是一点裂缝，一点空隙，
一点可以让你转动的空间。你没有急着冲出去，你只是顺着这个新的角度再看一点。慢慢地，那个原本看起来封闭的地方，开始有不同的层次。你不再只看到困住，你开始看到结构，看到可以移动的地方，看到可以尝试的方向。这个转变很微妙，外在没有变，但你的感觉不同了。你不再完全被卡住，因为你不再只用一种方式看，你开始有空间，可以转，可以试，可以慢慢找到出口。你忽然明白，你不是被困住，你只是一直站在同一个角度。当你愿意换一个位置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路就会开始出现，不是一次全部，而是一点一点的展开。你再次看向这个地方，它还在，没有消失，但它不再是牢笼，它变成一个你可以理解的空间。而在这个理解里，你开始找到方向，慢慢地往外走。门其实一直在那里，没有隐藏，也没有关上，你看得到，甚至很清楚。只要再往前一步，你就会出去。但你没有动，不是因为不知道，而是因为你停在那里，刚好在门口，一个可以进，也可以不进的位置。你告诉自己，再等一下，再看清楚一点，再确定外面是安全的。这些理由很合理，合理到你可以一直停着。你没有后退，但也没有真正跨出去。你站在这个边界，时间慢慢过，外面的光没有变，门也没有关，但你的距离没有改变。你开始有一点焦躁，不是因为没有出口，而是因为你知道它在，却没有走出去。你甚至会怀疑，是不是还不够准备好？这个问题让你再停久一点，因为只要还没准备好，你就有理由留在这里，不用面对未知，不用承担跨出去之后的变化。你忽然安静下来，不是因为答案出现，而是因为你开始看见一件事。你不是没有出口，你只是没有走。这个事实很直接，没有责备，也没有借口，只是存在。你没有立刻动，你只是站在这里，重新看这个位置，这个你停了很久的地方。你开始感觉自己的状态，那一点紧，那一点犹豫，那一点还想再确认的心情。你没有把它推开，也没有让它决定一切，你只是看着。慢慢地，你发现，你不是被卡住，你只是还在选择，选择要不要走。而这个选择，一直在你手上，你没有失去控制，你只是没有用。这个发现很安静，却让你有一点松，因为你不再把自己看成被困住的人，你只是站在门口的人，而门是开的。你没有再找新的理由，也没有再等一个更好的时机，你只是让自己多停一秒。在这个还没有动的瞬间，你没有后退，也没有分析，你只是往前一点点，很小，几乎不像一个决定，但那是跨出去。那一刻，没有戏剧性，
没有突然变得完全不害怕，你还是有不确定，还是有一点紧，但你在外面，不再只是看着，你进去了。你忽然明白，你一直在找出口，其实只是让自己留在门口，而真正让你离开的，不是找到更多答案，而是你愿意走出去的那一刻。现在，你已经在那里。有一段日子，我总是用一种很紧绷的方式活着，每一个决定都小心翼翼，每一次表现都反复检视，连一点点不完美都会被我无限放大。我对自己说话的语气从来没有温柔过。你怎么又做不好？为什么还是这样？你应该更努力才对。那些话听起来像是在要求进步，但其实更像是在不断提醒我还不够。我以为这样可以让我变得更好，可以让我更接近理想的样子。但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疲惫，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而是因为内在从来没有真正放松过。那种感觉就像一直站在战场上，随时准备应对批评与失败。你没有真正停下来，也没有真正被允许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很普通的时刻，突然意识到，如果连我自己都无法让自己安心，那我要怎么在这个世界里感到安全？那一刻，我没有做什么重大改变，我只是试着用不同的语气对自己说话。当我又想责怪自己的时候，我停了一下。我没有立刻反驳，也没有假装正面，我只是轻轻地说，没关系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这句话一开始很陌生，甚至有点不习惯，但同时它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，像是有一个地方终于可以让我休息。在神经科学里，当我们长期处于自我批判，大脑会启动威胁系统，让身体进入警戒状态。这样的状态会让人更焦虑，更容易过度反应，也更难真正改变。因为当你感觉到危险，你的大脑只会想保护，而不是成长。但当你开始对自己温柔，那个威胁会慢慢降低。你的神经系统会感觉到这里是安全的，而当安全感出现，你的大脑才会放下防御，开始接纳新的可能。那之后的我开始练习与自己站在同一边。当我犯错时，我不再急着否定，而是先理解。当我感到脆弱时，我不再压抑，而是允许。这些改变看起来很小，但它们像一点一滴的松动，让我从原本紧绷的状态里慢慢回到一种更稳定的节奏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那么苛刻，我反而更愿意面对问题，因为我不再害怕失败之后的自己。那种不再害怕，带来一种很深的自由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也不需要随时表现得很好，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是人。当你开始这样对待自己，你的内在会慢慢变得安静。那些原本混乱的声音会逐渐放下对抗。你不再需要一直证明，也不再需要不断防备。这样的你会开始感受到一种新的力量，不是来自压力，而是来自支持；不是来自逼迫，而是来自理解。这种力量很温柔，却很稳定。它不会让你冲得很快，但会让你走得很远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还习惯对自己很严厉，请试着在某一个瞬间放慢一点，不是放弃，而是转向一种更温柔的方式。对自己说话，
对自己存在。你不需要一次做到很好，只要一点点改变，你就会发现，当你开始对自己温柔，你的大脑、你的身体，甚至你的整个世界，都会慢慢的放下那些长久以来的防御，而在那个不再需要防备的地方，你会第一次真正感觉到，原来你一直在寻找的安全感，其实一直都可以由你自己温柔的给予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